大家好，我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有着将近30年绘画学习经验的维维老师。今天这个视频要来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学习人像。众所周知，画人像很难的了。我相信屏幕前有很多小伙伴和我一样，当初学画画的朴素愿望就是想给自己喜欢的人画一张像模像样的肖像。我呢，从石膏几何体开始，画到静物和雕塑，一步步沿着中国比较传统的素描教学走过来。等到我终于可以画人像的时候，我能画出来的是类似这样的素描。这太坑爹了呀！到底有哪个女孩子会喜欢被画成这样子呢？而很多小白自学摸索人像多年画出来的往往是这样的效果。像我这样的专业学习者和他们的唯一区别就是更立体了一点点，但是丑多了呀，性别都变了。读完央美以后，我才明白那时为什么会这样画，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这个视频。但是做人嘛，最重要的是不忘初心。我内心里还是喜欢古典素描或者更加唯美的写实绘画，画成这样的话才不会被人拉黑吧。像古典素描那样用简洁优雅的线条把喜欢的女神画出来，最重要的就是要画得像啊，画得不像说再多都送不出手。这个问题最高效的解决方案，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大师们已经弄出来了，就是用网格法来复刻位置完成线稿。那个时候画画会让被观察的对象站在一个网格面前，这样一个人物的轮廓分别在什么位置就可以被定位了。这和数学学的坐标轴定位是一个逻辑。许多兴趣爱好入门级的绘画教程里也多次推荐过这个方法，比如5天学会绘画。但是网格法的具体操作方法很少有人讲，可能是作者们都默认太简单了吧。我专门录制了一个讲解网格法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学一学。学会这套方法，你就能够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学徒一样复刻老师的手稿。但是要自己把一个真实的人物提炼成好看的线稿，这个是很难的。真正的人物有非常多的信息，我们要从这繁复的信息中提炼出线条，这里有大量的减法和取舍。而能够让你提炼好看的关键是你对一个人的结构理解程度，能够知道具体的肌肉、皮肤、脂肪、骨骼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找到最准确的线条。另一个关键是你对审美的理解，知道怎样的比例、怎样的变化会更好看，这样才能够在准确的基础上恰当的处理线条的变化。所以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能真正的把这一点做好的大师很少。三杰、荷尔拜因和丢勒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掌握结构和审美之前，大部分小白只能依赖软件批一个线稿效果，然后照着画。但是批出来的线稿和真正用知识提炼出来的线稿还是区别很大的。可是不这么做的话，直接照着照片去画，通常会画得更惨。所以我设计了一个更适合想要画人像的基础课程——巴尔格素描基础课。巴尔格是19世纪非常出名的一个绘画大师，他为初学者们画了很多石膏示范，这些石膏大多都来自于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雕塑，但是巴尔格把它们归纳得更简洁，把颜色也尽量地控制在了黑白灰3个颜色，更加适合初学者临摹学习。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学习古典审美体系。正如吴冠中所说，西方绘画的整个核心美学体系都在人体之中。巴尔格这本教材原版只有示范图，没有技法和过程，而我这些年的教学研究就是能够把它过程还原，同时将各种能够把形状画准确的方法融入其中，这其中包括一些21世纪才出来的新方法。所以这套基础课就是为了解决人像最重要的那个基础问题，画得像。不同于我前面提供的那个线稿入门课，这套方法最后你将不依赖网格，拥有一个在白纸上面画出原作的能力。顺着这套课往下走，接下来就基本上能够完成这张经典的巴尔格石膏体，这是我们这套课的毕业作品。当然这套课不是免费的，它是我们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开发出来的课程。如果你有兴趣跟着我们系统来学习，可以扫码加我微信咨询，记得备注报名。学完基础课，你就有能力把形状画得更准了，但是你还是不知道怎么把形状画得更好看，把线条处理得更优美。所以我们开发了一套人体线条练习课，里面阐述了基本的人体线条练习方法，以及人体线条的美学原理。在目前主流的不同审美体系中，线条的变化规律是什么？
这个是基础班学完以后都可以免费学的课程，看完这个你就知道如何去处理线条的变化。那到这一步我们就能够画出好看的人像了吗？当然还不可以，我们只是初步具备了画出它的能力。还记得我前面说的吗？要用线稿提炼真实图像，必须同时掌握审美和面部结构。而我们之所以可以提炼，是因为我们曾经画出过真实。提炼的本质是取舍，是做减法。如果我们连原本的样子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减呢？而说到写实人像，就不得不推荐色块画法了。凯西·鲍夫就是最早把这个画法开发的比较成熟的人。这个是20世纪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出现的画法。他是把炭笔磨成粉，模仿油画的作画过程，直接把粉敷在画面上。在《铅笔素描机理》这本书里面，也有一个更早期版本的解释。这样的方法画出来的东西更加自然真实。最重要的是它省时、省心、省力。而以前由于工具的限制，我们不得不在画面中排线。其实真实的物体是没有线条的，线条是典型的抽象之物。那一组一组的排线非常影响真实的质感。而凯西·鲍夫这种不排线的方法就是色块画法。由于国内外信息差的原因，这套画法没有很好的在国内普及，而我们人像班教学其实采用的就是这套操作。接下来我们看看我的学生画出来的作品，可以看到这些效果都比较逼真，是那种不会被模特拉黑的效果。说回这种画法的工具，无论是凯西·鲍夫还是铅笔素描机理的作者，当年的绘画界工具都比较落后，所以我们自己改良了很多操作工具，甚至联系厂商制作了专属工具。比如这个海特碳粉，不用再自己削碳粉了，太累了。还有书中所说的皮革，其实没有女生用的化妆棉好用。这个工具封面上的画都是我们工作室维峰老师画的。所以如果你想画出更具有真实效果的画面，那就需要掌握一套更接近真实效果的色块画法。假设画画是一款游戏，传统教学就是把你接下来玩游戏所有的需要的操作都一股脑的教给你，等你全部学会了，才允许你从新手村出来玩游戏。很多小白操作学不会就直接弃游了，这一点在很多策略类游戏里非常明显。许多玩家跳过了新手教程，然后开始玩着玩不会了，于是在网上看各种攻略重新学操作。虽然这些教学游戏中原本就有，我们的教学理念是学习塞尔达荒野之息新手教学的开发理念，不会添加过多的前置性教学，直奔目的。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需要的技能在需要的时候再教就好了，这样学生们才有足够的兴趣和动力，持续的进入到正反馈之中，把这款游戏玩到后面。被灌进去的知识是学不会的，想想我们高中课本的知识还记得多少？只有为了自己的需求主动去学的知识，才能被真正的吸收。这些年来，我们陆续教了上万学生，一个又一个版本的课程迭代，取得了今天的成果。这也算是满足了我当年学画画最原始的那个心愿，为自己心爱的人画一张像模像样的肖像画。我身边很多和我一起学画画的朋友，我是亲眼看着他们如何一步一步被画画抛弃的。大家明明都那么努力了，到最后却画不出自己想要的效果。而在我这个小小的思考格局里，我觉得原因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很少有老师把课讲明白，没有搞清楚画家和老师之间的区别，没有专心的想要当一个好的老师。我学画这些年遇到的美术老师的上课能力，和我碰到的优秀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相比，还是有太大的差距了。所以我很早就立下了一个心愿，要把绘画教学做好，重新去构建绘画的知识体系，用黄金圈的形式把绘画的知识像数学一样说清楚，像设计游戏一样把作业和知识点之间的关系设计良好，像朋友一样构建一个好的学习氛围，让老师和同学陪着你一起画。我觉得这样我才可以很开心地对小时候的我说，当年你想要的那个好老师，我们正在慢慢地成为他。了解了我们的教学理念，这个时候再来看看我们的人像教学。我们的整个人像教学从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奔着独立完成写实绘画效果去的，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人以写实的逼真的效果画出来，没有多余的我觉得你应该要学的东西。在这个目标下，绘画理念和技巧的学习都是你在一张又一张的作业中切身感觉自己需要的东西。为了像游戏一样让你真正的感觉到这些需求，并主动的去学后面的知识点，就意味着要重新设计教学目标和知识结构，把它按照一个小白绘画的实际过程梳理整合。
只有不断的研究，才能够积累出一套体系。体系构建完整后，才能设计出一个有顺滑梯度、学习体验顺利的课程，这才有那么多学生能够大规模的学会人像。而我们主要的训练方式，则是采取了刻意训练的逻辑，把完成一幅写实绘画所需要的能力拆解出来，进行针对性训练。首先要掌握色块画法的工具使用，学习涂抹、擦拭、修改，这就是操作练习。然后是学习如何把这个世界变成色块来观察，逐步分解。一般是先用风景画来过渡，这就是概括练习。抽象成色块以后，我们又如何把这个抽象之物还原成真实呢？将模糊的东西变得细致，这就是还原练习。然后再试着把人物概括到一个合适的程度，这就是综合了前面2个练习的人物概括练习。这样我们就能够画一张脸了。接下来我们再把五官加上去吧。于是学习把五官定位准确的实用模型训练，然后再学习把这些模型进行细致刻画的专项训练。到这一步，我们就能够通过色块画法独立完成一张具有 90% 相似度的写实效果的画面了，初步具备了画好自己心目中男神女神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的色块人像课。只要老师讲明白原理和操作，作业设计的合理，还有人稳定的推你做作业，解答你作业中不同时刻产生的各种困扰，那么学画画就像我们学其他任何一项操作技能一样，都是可以学会的。剩下的 10%则是你从一个业余爱好者成为一个学院派的转变，这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挑战。学完前面，我们大概率会产生2种方向的诉求，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还不能够画得更细致，我们想要画得更接近真实的效果。而另一个就是我们希望像大师一样开始做减法，想要画得潇洒一点。这2个诉求都需要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以及对面部解剖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解剖也是文艺复兴之后法国学院派和苏联绘画在教学中重点教授的能力之一。我们将由内到外逐步的深入了解头像，在自己的心中构建一个标准的模型，来帮助我们判断外界的真实存在。我们先做头骨拆解的刻意练习，把头骨的每个组成部分进行重新的设计和解构。然后是做肌肉的刻意练习，了解每一块肌肉的形状、作用、运动方式。接着是做脂肪的刻意练习，了解每一块脂肪的分布形式和变化状态。这也是很多传统人像学习中被忽视的点。大部分解剖学习都不涉及脂肪，然而它实际上对面部的细节影响非常大。最后就是把这3层信息高精度的进行整合，构建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就是赖利公式。赖利是伯里曼的弟子之一，他有着严谨的数学思维，构建了系统的面部解剖知识。这样你就对人头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你就能够看到更多微小的细节以及结构上的转折，知道每一个颜色画到哪里才是合适的，知道哪些细节其实画的不像也没有关系。到最后，你还要再学习构图的刻意练习，设计出好看的构图，帮助你做出恰当的取舍。总之，这一切都是为了胸有成竹的去画画。不管是想要画得更细致，还是想要画得更简洁，都必须做到心中有竹，才能下手果断精确。这样我们才能拿到最后的 10%， 这将是引发你自辩的 10%。这 10% 我们称之为结构人像课。以上便是我为零基础小白们准备的学习人像的方案。很感谢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的信任，让我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真诚的希望那些被卡在人像学习外很久的同学们，能够来跟着我们一起系统的学习。我们会陪着你在绘画的道路上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你会发现画画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它是一门系统又好玩的学问，你是可以画出很好看的人像的。感谢你们看到这里，那么关于人像的学习方案我就介绍完了。如果你觉得有所帮助，记得一键3连。